好，回来我们 podcast 终于隔了1年要开始录了。那现在叫做本来就鼓励乱讲，我们现在把它改成科技乱讲好了。科技乱讲，扩大我们的受众，把讨厌的人先移除。把这些、有吗？哦，有吗？没有。OK，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题目是交给我们Joey来带领一下。这个最近哦，这个祖克伯哦，这个嘴了一下苹果哦，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啦？嘴了一下哦，嘴了，插了蛮多刀的，多刀啦。他跟这个 Joe Rogan 聊了3个小时，然后有事没事插一刀补一刀这样子。OK， 可以讲一下他大概说了什么吗？你那边有记起来吗？他简单来讲哦，就是在讲说这个苹果都在吃老本啊。贾博士当年搞了一个 iPhone 出来之后怎么就没什么新意啦？都在吃老本，没有东西啊。然后他们有一些产品都有做嘛，这个 Meta 跟这个雷朋搞了一个眼镜嘛。Vision Pro 也搞了一个可以说是广义眼镜的东西嘛。他说你砸那么多钱，他做成这副德行。哦，他其实就是说他们有竞争关系这样子。对，其实基本上现在越来越多点有竞争关系。然后其实他一开始中间还讲到一个，就是说苹果抽30%。没错 ，App Store。那其实祖克伯跟苹果近年来一直有很多冲突啊。他其实一直以来都一直抱怨嘛。对啊，就是第一就是刚那个抽成嘛，30%嘛。对啊。那再来就是那个隐私权的部分嘛，就先前这个部分，其实 Google 跟 Meta 都对苹果颇有维持啊。他说你这样我以后怎么卖广告？我都收不到个资了。严重威胁到他们的核心利益。对，毕竟这个 Meta 主要的收入就是广告嘛，90%都是90几、99%都是广告，应该99%我猜。对，所以是他们生存的要件。所以到现在苹果在这个方面有干涉到他们利益，然后现在可能在眼镜方面也跟他们在这个产品冲突，没错，argue 就越来越多面向有冲突啊。可是这是一个现实面但是。有观众留言，他们是说，那 OK， 就算排除他们的冲突，就算排除Facebook 什么可能广告有诈骗什么这些问题，那到底他讲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事实的有没有真正的意义在里面？就是不是某方面来讲是事实？到底是不是？iPhone 前几天18岁生日对 ，OK，大家真的很久。对，这18年来，你们觉得 iPhone 怎么样？先叹一口气是怎么样？哎呀，OK。就只能说兴奋度我们是逐年在降低啊。OK， 兴奋度逐年降低，然后现在看苹果发表会也会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你已经知道说不会有什么惊喜了。OK， 然后包括可能春季发表会，包括 WWDC， 就是现在其实也没有做出一个可能真的软体上很实用的功能。OK， 没有那么大的亮点。对，没有那么大的亮点。就以前的 iPhone，以前时代是第一代出来的时候。然后隔1年就是3G， 那其实基本上就是1年就换设计，然后到3GS 之后是2年就换一次设计，然后直到4S， 然后5S 都是2年换一个设计，所以你大概能期待说2年就有一个新的他们会推出什么新设计，至少外形不一样，对，一个很剧烈的改变的感觉。对。但近期的就是 iPhone， 它已经我印象中大概从11代3颗镜头之后，设计大概就是这样，除了边角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设计之外，对，就没什么改变。好像说辨识度变很低这样子啊。就大家现在变得很在乎颜色，是因为怕别人不知道你有换。而且今年特别色是什么？赶快换一个特别色，大家才知道。重点就是今年这个颜色只有今年有，那我买今年的。另外他的讲法是说，他觉得没有什么新的产品，没有什么新的更有创意的产品出来，没有什么亮点产品出来。那其实从 iPhone 之后，他们真正推出的新产品，严格来说就是苹果手表跟 Vision Pro。对不对 ？AirTag 算吗？我觉得那个追踪器啊，而且那个很多装置产品，很多人都已经先有了。也是 AirTag 不是第一个。那还有什么？Apple Pencil， 因为 iPad 我觉得不没有啊。可我觉得革命性产品应该是说它的出来改变了市场，整个市场改变了大家使用科技的习惯。就我们现在对贾博士的期待可能是这样子。对，没错。推出一个 iPad。没错，改变大家使用音乐的习惯，然后推出一个 iPhone， 改变我们所有人使用手机的习惯，装置从电脑转移到行动装置、智慧型装置的这个习惯。那刚好真的这18年后，真的好像也没有。AirPods 算吗？AirPods 某方面算啦，就改变大家听音乐的媒介的方式，从有线变无线，让真无线蓝牙耳机变成一个整个市场都可以接受的模式。因为有人说，像 Podcast 最早
这个首先 podcast 这个词就是苹果创的嘛，应该是对他那个时候 app 出来对才开始有，然后大家有很多的论战说，到底为什么 podcast 突然流行起来，就是因为 AirPods 终于让大家愿意带着真无线的蓝牙耳机，方便，才开始这个东西流行起来。我有印象中有人是这样讲的。然后今年大家又说有线耳机才会开始流行，因为复古又回去了这样。因为复古潮流。OK，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真的革命性产品？如果说像 iPhone 这种冲击的，可能是 Vision Pro 嘛 Vision Pro， 应该只有 Vision Pro。Vision Pro 真的我觉得用过你会觉得很有冲击性。对，我当初我们开箱的时候，对我其实也使用过，它其实操作上是蛮哇一个新世界的感觉。眼球追踪、手指追踪那个精准度，让你觉得看到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是一样的。是，就不要戴太久的话，不要戴太久，你会觉得它很惊艳。就可能真的戴不久啦，就是现在的这个技术上的限制真的戴不久。那到底 Vision Pro 这个形式会不会是一个改变未来使用科技的方式？我觉得祖克伯他在里面在谈，一直在吹自己的东西更好。一部分是因为他认为他的东西比较能融入生活。Vision Pro 它的使用场景，你现在很特定，要做很多准备，在办公室坐下来，才能去使用它这些东西。那当然，之前 Tim Cook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我天天都在用，我觉得很好用。但是显然好像我只听说他这么一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会觉得说，其实可以啊，我生活都会用啊。”我觉得偏小众，一定有，可是我觉得偏小众。那苹果前阵子推出那个导演使用这个的情境，拍那个 Wicked 那个魔法坏女王，对。那其实他们他那个片那个介绍片的导向，让我觉得说，好像真的在一个产业界使用这种东西真的有差，因为他说他在审片，在拍片，就是拍完片，大家在审片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看到一个很大的荧幕。那他可以走到里面去说，圈起来说，我希望这边怎么改，这边怎么剪，或这边怎么去调色什么什么，就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荧幕。那说以前就算去什么那种 screening room 的话，都没有可能有那么大的，就审片室不可能那么大。对，而且地点也被限制，大家都要到同一个地点去做这件事情。那现在有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分开在远端，然后直接去处理这件事情。远端哦，对，就你不用在同一个点啊，这也是就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然后可是你同时又看到大，看到是无边际的荧幕，然后他可以用笔去画说我这边要怎么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就是我没有想到说在实际应用已经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所以它变得比较像是针对特殊的专业人士。应该说他提出的这个使用方式比较切近于专业协作工作，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模式。那这个其实就跟一般人生活也某方面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是比较工作性的啦。他确实有讲啊，他就是说大家工作的时候会很方便嘛，比如说你就不用再买外接萤幕，对，你的 MacBook 上面东西直接投出来，然后你就是可以直接在那边操作。对啊，以前外接萤幕我们要去想嘛，4K、5K、27寸放到哪搬到哪，然后搬家要怎么搬，然后我家里有一个，那我工作室是不是要买一个一样等级的，那这个价格，然后你尺寸就被限制在哪里？没错。那现在在一个虚拟世界，你可以直接带着走。对啊，无限的延伸一个很大，可是但重点就是现在要第一先带得住，那第二眼睛戴那么久会不会累？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戴太久。我还是期待他真的是做到那一个当年汤姆克鲁斯在关键报告里面的那个状况，对，就是真的投出来到处都是萤幕。对，我觉得他那个东西是更帅的，包含后面钢铁人电影在致敬他那种使用操作，我觉得都还没有脱离那个操作方式。对，因为那其实你眼睛不用再戴的东西了嘛，对，它是实体，就是投放一个东西出来，然后你还是可以用手去抓这种。对，所以啊，那到底 Vision Pro 这种形式？这个硬体的形式会不会是未来？其实不知道。可我觉得苹果做到软体的这个形式，我觉得已经在目前这种 AR/VR 结合的装置里面，我自己感觉有看到一点未来的样子。对，做到最完美了，就是到现在我所有接触过的装置，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操作的应对跟这个精准度、准确度，跟你使用上面的这些细腻度，我觉得真的已经做到最完美了。所以。就看未来这些科技怎么去进步，那会不会是一个头戴式的形式，还是一个像你刚刚讲投影式的形式？我觉得这个就不知道。你们有玩过祖克伯的 Quest 系列吗？有 Quest 系列，它其实我觉得它自认为是更适合在办公了，可是它用的是 Avatar， 它没有那么 MR，它还是 VR 一点，它跟真实世界的融合度不高，然后再来它还是用摇杆嘛。我记得他到现在还是就是以摇杆为主。他说他有资源
手部操作了，可是那个精准度其实差蛮多的，还是差蛮多的。对，跟苹果差蛮多的。对，那他哪来的自信啊？他觉得他的受众可以打比较广，让大家可以很轻易的用任何入门的价格去体验这个科技。是便宜啦，可是 Quest 好不好用是一个对啊，你我觉得这个很重，对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啊。我就不觉得它有多好用，连那个 HTC Vive 我觉得都还离想象中差很多。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他们硬体就是他们有不同阶级选择嘛。对，那你有入门的，有高级的，但是我自己感觉里面的软体界面，就像苹果，我觉得软硬整合，做得非常非常好。这一点，我觉得在 VR 跟 AR 世界里面特别的重要。我其实很好奇，就是都是哪些人真的让日常生活使用 VR 设备？像我自己每年会固定一个时间去碰 VR 设备，就是影展，因为就是 VR 的作品现在游戏有啦，但是更多是短片，然后每次去看短片影展就会放这种东西。可是除此之外，我完全不会想到任何时间点用到。看 A 片。哦，更有沉浸感。这是有这个需求，没错。没有，对啊，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以前在争那个 Blu-ray 或什么会赢的时候，他们都说 A 片选哪个厂商，对，哪一个格式就会变成最终的那个。成人产业是科技的最前沿的一个推手，对，因为大家都它是刚需，没错，大家花钱在那里。那我比如说，其实我有用过 Quest。看那种 VR 的这种片过，对，就是我当我朋友，我们大家坐一起，就是在测试说，这东西到底怎么样，效果如何？我觉得就是它的临场感会很好。那即使你带着的时候，这个女友可能在你前面，你会有一种，因为我觉得视觉会骗你，你就觉得说，好像她在你前面有呼吸，有感觉到她在呼吸的感觉，但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因为视觉会去扰乱你，让你误以为。好像说，感觉因为这装置应该不会有吸气、呼气的东西，但你会有这种感觉。对，你这让我想到最近那个，我忘了是哪一间电影院，他们在推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现在电影院已经开始会放演唱会电影嘛，然后也有放演唱会直播。最近台湾有一间电影院做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是大家坐在电影院里面，但是每一个人带一台 VR 设备，超神奇。然后我就看那个活动的侧拍。每一个人都往前抓东西，会不会跟你刚刚看那个很像？就是大家都觉得那个偶像明星离他很近之类的。其实一方面我会想说，为什么要在电影院里面带这个？但某方面，其实你真的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东西。对比大家都只是在看着一个大荧幕，因为是3D 就在你前面嘛。更立体。但是因为他每个人都看一样，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比如说大家听都是听电影院等级的音响。但是画面是独立，我其实不晓得，因为我也没有去买。然后，是一个好像是韩国男团，那就你应该去试试看对，可能可以考虑，因为可以去体验看看。Vision Pro 里面有放一些这些演唱会相关的东西。Vision Pro 也有。对，它有专门为这些做一些节目。那有一个节目是一个女歌手在她的录音室，他们四周摆了这种 VR 的相机所以她就会随时去切换。然后他在你前面唱歌，我觉得超级棒。那你在看的时候的视角是自己切还是？是他会帮你切，他会帮你切。它里面有导播这样。对。它里面就是可能他这个已经拍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他现在想让你看到什么你就看到什么，这是就是非常的真实。应该体验看看我觉得很棒。可是这当然就不是他们独有了，这个在任何很多家都可以体验，只是他们自己制作给自己独家使用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我们自己觉得好像哇很棒。可是我觉得一般大众要接触到这个，或是对它的感受要像 iPhone 那个时代，我觉得好像还有蛮长的。而且 iPhone 大家一开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家一开始听到 iPhone 价格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荒谬感，就是手机到底为什么这么贵？好，大家有过了这个时期，然后现在大家都能接受，一只手机比一台笔电还要贵，大家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可是 Vision Pro 现在台币还是要破10万嘛？对。我们到什么地步了之后，大家会能够接受说，我要花这么大一笔钱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可是它会降下来啊，它的价格因为现在它的产能跟产量，跟它里面使用的组件真的还是太稀缺一点，所以它的价格成本很难降下来。可是他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让它慢慢一定要大众化。对，那你觉得大众化？你觉得降价下来就会普及吗？大家会习惯这样的使用方式吗？我觉得可能还是看它切入吧，比如说看它怎么切入在哪里，应用能不能跟着去成长去扩大？对啊，好，应用成长扩大的时候，大家才会更愿意说好，那我去带着多带一个东西，
然后才有更多资金去投入，然后去把组件研发的更小啊，电池技术的进步啊。内容要有一件，这个我觉得又回到那个祖克伯在靠背的这个 App Store 的特色。当年 App Store 一开始，老实说，大家并没有意识到它是多厉害的一个东西。大家一开始就已经习惯了软体，就是买正版的，或者是去下载盗版的，或者去光华买大部分。是在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你上网自己去买这样子。OK。可是你看 App Store， 它创造了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开发 App 在上面赚钱，然后每个人都能尝试，大厂都跳进去做，每个人都愿意玩。我觉得这个有造成一些新的效果。你说成长成一个很厉害的 App Store， 成长成一个商场，一个让大家觉得说这是愿意投入开发，愿意开发，愿意制作内容。但同时有苹果税啊，就像祖克伯讲的，对，他一直抱怨30%嘛。因为某些程度上就是说，这个世界有点被垄断，对不对？因为苹果你不太能自己去下载，你要透过它的 App Store， 对不对？除非你去解锁或者什么其他的方式。那一般人啊，我觉得某方面它有某些程度的一种垄断吧，因为大家就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下载啊。那你说，不管是现在有 Google 跟苹果两大，但是如果就像他们两个如果设计的这个税都一样的话，那变成所有开发者不是都没有任何选择吗？对，没得选。对啊，一开始大家是说你这么厉害，你开一个自己的商场嘛。像大陆其实有一大堆，有什么豌豆荚，有小米商店。但是其实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你要大量，大家还是去最大这两个。对啊，还是没得选，没得选啊，对啊。所以某方面程度也是一种，也是真的垄断。那现在也真的在被调查，就是他们有对，在美国的司法部，在欧盟他们都在做这类的调查。我记得欧盟好像有已经罚款了，是不是？好像有。然后我记得它里面有在讲，以后其实 App Store 跟 Google Play 它不会是真的垄断，它是开放给接入。现在已经开放了嘛？现在好像在 iOS 几，对他们已经可以说有第三方的 App Store。可是其实因为已经成长到已经垄断到现在一个程度，你现在第三方要再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它某方面的门槛也是非常非常高，都10几年了耶。对，那很多厂商、很多开发者在去选择上面，那苹果有设计一个费用的方式，其实你去选择第三方也不一定会比较便宜。那同时你的受众可能瞬间缩得很小，就很多人不会去下载这个第三方的 App Store 的话，那你的东西就卖不出去。对哦，所以这个对啊。前2年是不是 Epic Game 还是哪一家啊？对吧？就是他们开始嘛。对啊，他也是在抱怨说这个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要独立开个自己的商城。对，但是我也没感觉他后来有什么消息出来。就是对啊，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不一定在成本上面是合理的。对，最后算回来。讲回来，祖克伯讲的是不是某方面来讲可能有点道理？我们排除他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邪恶的商人，他也想干这类的事，只是他生气，只是他没有先做到而已。对，排除这一点，就抱怨说啊，你怎么可以那么邪恶？我也好想跟你一样邪恶。对啊，怎么不是我先邪恶到，反而是你先邪恶到这样子？OK， 对，那排除这一点的话，他讲的是不是算有道理？其实算多少有点道理嘛。OK， 就是苹果某方面的垄断。那他讲到 AirPods 的这件事情，他说里面的这个协议就是 AirPods 是就像苹果生态链嘛，这很多人都在讲封闭生态链，封闭是他们的产品跟自己串联总是能得到最好的效能。没错。那 AirPods 跟 AirTag 都一样，就像其他厂商的追踪器没有办法使用非常精准定位追踪的这个功能，那并不是人家做不出来，是苹果没有开放这个协议给他们用。那苹果的理由是隐私安全隐私保护，对不对？那祖克伯就搞回来说，他说你们协议写的安全，那别人什么商品再串联都不安全，自然就会很安全。对。那如果你们协议不写的安全，然后用这个东西来跟我们讲说，因为这样让你们使用会不安全，然后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事情。那这是他的讲法，这某方面来讲是不是有道理？就是苹果到底是真的为了隐私，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小生态链里面所有的产品做这件事情？那其实这方面的东西现在也在被调查嘛，就是在美国司法部他们也在去研究这个部分。我刚才想一个东西是自己的品牌串自己的配件比较好，这件事情是不是有错的？比如说相机来讲好了，相机总是主要还是用自己牌子的镜头吗？你说镜头有最好的对焦，镜头最好的，当然一定。如果是用原生的话，它其实软体性的功能会比较支援原厂。但是你如果说是以单纯
画质上来讲，或是操作上来讲，其实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然后价格副厂也会比原厂稍微低一所以点。原则上就以这个专业领域来讲，它还是通的嘛。我觉得要可是看它也有一些功能是被自己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在平常大部分的相机大厂好了，比如说像 Sony、Canon 跟 Nikon，像 Sony 的话，它的方式就是它开放所有它的卡口给所有的副厂镜头厂商去开发它的镜头，它也不怕有副厂去跟它做竞争。但像 Canon 的话，它现在出了 RF 的无反系列。它就是完全封闭式的系统，它的卡口是需要经过协议的，你才有自动对焦啊，或是可能有一些什么，你要再附一笔更细项的功能。这个原因我自己猜想啦，因为 Sony 当初是在攻占市场的，对，然后 Canon 是一个就是当初是因为 Canon 当初其实它在相机的领域，它其实深耕很久了，在单反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单反的王嘛。对啊，那到无反的时候是 Canon 先进到这个市场，那它不是 Canon，Sony 先进到这个市场，那它为了要把它的产品线扩大，所以它有开放它的卡口去给其他的副厂厂商，比如说做一些子母厂的合作啊，或是可能下放一些可能原厂也有的功能给副厂去做开发，或是一些协议可以开发给他们。那这样你还会觉得它很封闭、很邪恶吗？我觉得到不到封闭很邪恶的，我觉得它有一个点，就是当你是不是你的市占率，或者说你的独占性，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应该说会不会因为没有这个而就不能完成？你有没有垄断某部分的市场？就比如说 App Store 这件事情好了，是不是没有 App Store 大家就没办法做去下载东西？就像 Sony 如果现在出什么镜头，Canon 出什么镜头，有什么很特别 AI 功能，只在他们镜头上面有。应该说，但是因为这个市场还偏小众嘛，就是你还是可以选 Canon，还可以选 Sony，选 Nikon 什么，有不同系统可以选。我觉得只要没有到有垄断的情况下，这个争议就比较不会出来。对，相机比较是平起平坐的，就各有拥护者啦。就像苹果当年很多东西都是只能用自己的，其实这不是从 iPhone 时代才开始啊。就说苹果在当年，iPhone 他们没有那么强势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东西只穿我们自己的。对。那当年为什么大家就是说没有形成一个争议，或是说没有因为没什么人买。对，因为你就小众嘛，你就没有什么嘛，对不对？对不对？你没有垄断任何市场，谁理你？真的，早期苹果的东西在我心里就是有钱人的玩具。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他们也是很封闭的系统，以前就是很封闭的系统。那现在只是变成一个很多人在用，所以变成一个很大垄断性的很封闭系统。那这种时候就侵蚀到很多人的利益，那同时也让大家选择权变少。就是我今天不选苹果，选其他的可能性变低的时候，那这种时候自然就会被反垄断调查，就是这些东西就会进到另外一个层级。我觉得这样。那生意做得好，不是自然而然就是追求逼近垄断吗？对啊，但是如果完全以资本主义的市场，开放性资本主义的市场，那是不是政府就不应该去介入去管这些事情？它影响民生了就需要。对啊，那现在也算有影响到民生，算了，起码祖克伯已经觉得 Apple 觉得有啊，对，这几个人都觉得有很多人觉得有的时候就非圈内的都会觉得对，那他就有，对不对？那就变成政府的力量要来介入，说，我要怎么让这个市场更平衡？对不对？就像微软当年也是被打嘛，微软当年真的被重击啊。微软当年是先因为什么？先因为 IE 吧。对不对 ？IE 先第一波，对，然后后来 Office 慢慢一连串嘛。那他们说，其实那个反正垄断案的这个是比尔盖茨自己的讲法。他们说，他说当初这个罚款或什么其实没有重击到那么大，可是因为这个调查的过程，干扰他们，就是让他们要花很多心思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变成说他们在其他的市场上面就输掉，他们没有心思、没有心力再去做其他事情。这是他的讲法。对，那我突然觉得 Intel 应该检讨一下自己。Intel 没有被调查，怎么现在跌得这么惨？对啊，这个就是自己的问题了。当年 Intel 联盟所以这个某方面可能也是一个资本主义自己制衡的方式啊。就你太垄断，你太懒惰，你就输掉了。对啊，一有个创新就起来把你干掉了。对啊，这个就是祖克伯讲的啊，他认为就是苹果有可能因为没有持续的创新，对，然后可能就突然一个新的，这个其实 AI 的时代就蛮有可能发生的。起码现在它看起来只能接 OpenAI 嘛。
对，他自己的又是一直被骂嘛，对，连做个新闻摘要标题都能写错嘛，都能写错。对，所以他们 AI 的追赶上面，我觉得，对啊。2025年苹果会有办法在这一块，我觉得这2年蛮重要的哦。对，应该算很关键。可是你看，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关注这些新闻，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很重要，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是会认为说它很重要，但是同时我们一走出这个圈圈，说你 iPhone 你有没有用 AI？谁你在不在意？你知道吗？就大家选择 iPhone 都在用，到底是不是？好像 AI 他们完全不在意。我觉得是因为还没有好用到大家在乎吧。OK， 因为这几年其实风潮一个，比如就如果提到像刚刚那个 VR， 或者是在讲 Meta 为什么改名叫 Meta， 因为它赌 Metaverse 会起来，对吧？但是 Metaverse 这个概念，首先它不知道几十年前的概念了，然后再来 VR。我们现在都讲，现在不知道是第4波、第5波复兴，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波复兴有真的起来到生活中都有感嘛？对啊，那 AI 会不会到那个地步，让大家都有感？因为现在听起来是各种类型的工作，或者是学生，或是研究者，很多地方会用到。我觉得他的先有感是有感到人家的工作没了。我今天不要说外面，就讲我们自己工作室，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做的工作，可能在5年前是需要多请一个人做的，上2个人、3个人上字幕，上字幕就是了，上字幕，然后我们像这些整理资料，对不对？然后我们写完什么顺稿啊，什么这些重新撰写什么这些东西，以前可能都是要多请人做的，那现在都不用啊，差很多。跟我们这个小工作室可能就少掉3个工作吧。就你透过 AI 一个人可以多做很多很多事情。对啊，字幕我以前是花钱请公司做的，对吧？一个月1-2万块发包出去这样子啊。哦，后来 AI 现在就完全没有了。我现在突然有点觉得那个时代离现在好远，但想想也没多久，其实就3年前而已啊。其实没有很久对啊。现在我就丢到里面去 ，AI 啪，然后再自己校正，其实很快。而且现在连手机都可以做这些事。手机你直接放进去，像什么美图秀秀都可以自己生成。对啊，一堆啊，都可以啊。而且还有就是，不要讲说只是字幕，连翻译都帮你翻译好。对，你英文的影片、法国影片、韩国的影片出来是中文字幕，全部都翻译好，都好。对啊，所以这个就少了多少工作。所以 AI 的冲击就是在实用性来讲，大家可能还没有感前，搞不好这个对产业的冲击就已经先发生。翻译界应该是先有感吧，我猜。翻译界很快，对啊。专门在做内容的人可能会比较有感一点。就像苹果妹刚在用那个生成啊，就是他自己先拍好一个影片，然后他把他的录音放到里面去，他就自己帮他生成手的动作、讲话的方式什么。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今天像今天很多人看短影音嘛，他们有时候看东西很快，我觉得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看不出来那个是 AI 生成的。我看得出来是因为我知道平常讲话的方式。那如果你今天他用穿插的方式，2秒他的脸，然后再放一个片花，2秒他的脸，我觉得这个没有人看得出来是 AI。哇塞！以后甚至你也不用录镜，就是口罩的部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成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因为我上次做的话，他口罩这边还会想要生成一个假的嘴巴出来，就很好笑。对，但是应该可以啊。你的部分我觉得难的是他要怎么模仿你的眼神，因为其实你的嘴巴大部分看不到。对啊，你其实就是看到动来动去，就是有人眨个眼睛啊，然后他可能录你一段10分钟讲话，然后就从那些东西去变出来，之后再生出来就好。我突然在想，这样以后微短剧应该会更好拍，因为现在像大陆那边的微短剧，很多就是画面跟那个嘴巴根本就没有在对，从头到尾是分离的。那这样代表说，对，那就变成是你就先人随便演一演，或者是用 AI 生成一些人的动作片段，然后用你刚刚那个东西，我写了一个脚本套上去，让他再依据脚本去改手部动作，然后去动嘴型。那你甚至于从头到尾没有人下去演，你就可以拍剧了。对，哇，那这个又是这就蛮很大的产业。这个不止演员嘞，这个是你整个影视产业都写剧本什么，可能全部都是他们这样一套生成。摄影师剪辑全部都直接生成出来。你看上次好莱坞大罢工，其实就是他们在抱怨 AI 怎么使用嘛。然后你不能随便把人家的脸拿去用。尼可拉斯凯奇完全没有演，但是他就变成超人了。对，他在电影里面就被拿去肖像权就被拿去用。对，这样很吊诡。你看我们之前在那边讲，我们最希望 AI 干嘛？帮我们洗碗拖地。对，然后让我们有空创作，结果他们现在都在帮我们创作，他们反而叫我们去，然后叫我们去洗地。对啊，我们本来期待的是这种劳力的部分，对，就后来变反过来把这个创意面这些比较白领的部分先取代。对啊，再来是
新闻记者、金融业，然后医生，这是当初是没有专业知识，识的，基本上都会被。反而高阶的白领是先取代的。因为这些是需要大量的知识的，但这些所谓的知识对很多人而言只是背诵，那机器一定背诵的进到 AI 的时代，变成这些东西没有价值。变成劳力的话，就是可能现在还比较。目前对劳力水电工这些比较精准的去修什么东西，这些反而对啊，机器人还做不到。哦，对，对，这实在是很奇怪，不是应该这个比较简单吗？我觉得是因为机器人这件事情的成本没降下来。所以才会大家会没觉得，不然你就想想，我今天在网络上出现一个东西，跟做复杂的事情，跟我一个机器人帮我做简单重复的单调的事情，不是应该机器人比较简单吗？工厂喊工业4.0都喊多久？理论上，可我觉得因为放到现实面，比如说一个水电工他在修一个水管的时候，每个家里水管布置跟方式都完全不一样，或碰到状况可能都完全不一样，它的意外比较多。对，或是它的。你说讲台湾厕所的空间，什么这些东西都全部不一样，这个很需要人为临场的去判断，去换一个方式去思考，去修这个东西。就它理论上很简单，就是对人类我们的思考点，我们的观点觉得是很简单的东西，但反而对机器人这个视觉辨识，结合到它知识上，然后还有手这些怎么去运用啊，这些非常精巧去做这些，反而是更难的。这真的很像是李飞飞在讲，就是机器不能是看懂。他要了解这个世界运作，要了解。他只是看懂说这是一间厕所没屁用，对，他要了解，还要解决厕所里面的问题。对，他要在水电工，他要去理解说啊，这边有漏水，那可能连接到的是什么问题，那干涉到的是什么，下面会滴到。我觉得这个比较难用，真的庞大的知识库去真的现阶段去处理事情，而是要有很多很多经验之后看。才有办法，需要很多。可是经验不就是 AI？ 我们现在讲说为什么 AI 现在可以大幅成长，就是晶片跟那个硬碟已经让 AI 可以做到大量的资料运算。比如说 Big Data 是吧 ？Big Data 不是也是已经快10年了？有可能性，会不会水电工这类的工作，它没有被大量记录起来？有可能哦，对不对？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个就是简单的生存技能嘛。对，他们不会在每天去修了10个不一样的厕所，去写下这个经验的差别，他们怎么去做不一样的判断。没错，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是没有被记录下来。学术上的默会知识，一定要操作才知道的东西。对。那这样子，那看那个NVIDIA， 他们不是说像他为了训练机器人，他要创造一个虚拟世界，让机器人在虚拟世界练习。那这黄仁勋会特别搞一间厕所，搞200间不同的厕所，对，让不同的机器人在里面练习嘛，记录起来所有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对，他会愿意做这件事吗？成本有点高听起来成本很高，然后听起来水电工好像，可是事后带来的这个效益啊，他就不只可以做水电工的事情了，他就会发明出一个真正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大小事的机器人，那背后经济效益就不是只是水电工而已啊，它就是一个新的实体的更实用的一个 iPhone， 但是一个实体机器人的方式，可以真的帮我们煮菜、洗衣服什么的。那我觉得大家会想花多少钱去买这个东西？不知道你多少钱？你愿意买特斯拉那只机器人？看它多实用啊，对不对？因为这你可以很多方面去算这个成本啊。如果你专门请一个阿姨帮你煮饭、帮你打扫，需要多少钱？对不对？那如果这个阿姨你请5年要多少钱？那它的成本一定控制在那个区间之内，你就会觉得是划算的东西啊。应该这样讲，我在想一个东西是，到最后会不会变成是？穷人家里聘机器人，有钱人聘真人，因为他可能有一些不可取代的东西，然后变成身边都是机器人，都是比较没有钱的人，因为他大幅降下来了。然后你不在乎机器人会不会把你的隐私、你家照片上传到网络，然后在乎隐私的有钱人，反而就是找信得过的人。请真人的是一个身份的代表。对，就是你坐自驾车，现在听起来好像很炫，以后是你穷啊，你只能坐自驾车啊。我有钱，我请一个专人的司机啊， OK， 会不会又变成这样？有可能哦。按照这样子来讲，他如果真的降下来的话，除非啦，就像工业时代很多东西，就是机器做的衣服比人做的衣服便宜。对，就有点这种概念嘛。手工制作了什么东西？对，手工也是财富象征。对。手工的东西很容易比较好吃啦，但衣服跟你讲手工，常常不见得你会觉得比较好。可是在有钱人的世界，对，是一个尊荣感，对不对？是一个身份地位，我买得起。我这个布是他一手做的，全世界唯一没有。我这个包，我这个表，就是全球100个工匠做的，没错。祖克伯戴的那个表，对不对？
什么90万美金，他每次出来拍片就带一只不一样的表，大家就开始在看哇，这个是全球限量100只哦。Anyway，OK， 哇，我们今天讲的还蛮多的，对，不小心其实也是会联想到很多事啦。对啊，从他的抱怨联想到我们自己的抱怨，科技乱讲就是无限的延伸，大家就是讲干话，一起来聊天。没错，祖克伯这样子嘴苹果嘛，主要是讲他嘴苹果有没有道理。他只是想加入这个垄断，对，他也想成为垄断，他才想成为垄断者。社群他也某方面的垄断嘛，对不对？对啊，其实你看，绝对垄断。当初 Facebook、IG 到现在 Real， 当初 Snapchat 不卖给他，不然他也想买嘛。对啊。他说你不卖给我，就做跟你一模一样的功能。WhatsApp 其实也很有垄断了，只是台湾没什么人用而已。对啊，所以啊，我觉得社群垄断是应该是最严重的，最有感，最有感。对，所以结论就是祖克伯其实也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对，他嘴人家有道理，但是他其实也嘴到他自己。对，那他有没有资格讲这件事情，并不代表他讲的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对，OK， 他可能没资格讲，但这句话是对的，但这句话可能是对的，就不该由你讲。对，会不会是因为他也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他更了解别人在做什么事情？哦，也对啊，对啊，就赚黑心钱嘛，所以彼此都知道嘛，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哦，或是他真的就是有人自己在做事情，他就真的看不到，他就觉得别人都是错的。所以这种人的有这种心态，才有可能爬到那个地步哦。对，有那个叫什么？那个贾博士立场现实扭曲立场，现实扭曲。对，好吧，可能做到那种能够历史留名的，可能要这个地步。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我不知道 Podcast 可以留言吗 ？Podcast 可以，好，你们可以分享到对上面啊，可以追我们。好，可以啊，可以乱讲。OK， 好，那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好，拜拜。